亲爱的灵魂家人，欢迎回来！我是宇宙为你指派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。今天我们就通过塔罗牌占卜来直接爆料你未来恋人的星座、职业、打扮风格，以及你们相遇的时间地点。让我们来显化自己的幸福，接收宇宙的安排。凡事发生，必有利于我。那目前呢，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，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。最左边是第1组。中间是第2组，最右边是第3组。我们要选择1组牌卡进行聆听，所以首先呢，跟我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，通过我们的能量进行连接，而不是逻辑思考哦。所以，亲爱的，请跟着我做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把我们的腰背挺直，肩膀下沉，大口吸气，大口吐气，把专注度放在呼吸上。吸气，吐气，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：亲爱的宇宙，请显化我未来恋人的讯息，感恩你的安排。询问完之后，睁开眼睛，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未来恋人讯息哦。公屏打出来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丰盛的，我将拥有美好的爱情。留言好之后，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，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了。记得每一次多多的留言，让我们可以吸收视频的能量，让我们来显化自己的幸福，也让我们感恩宇宙。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？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到你的讯息。那么首先呢，你连接到的这张牌卡是鸽子，代表着当下你的状态就像是一只鸽子一样，内心渴望和平、安定跟温柔的连接。目前呢，你正可以倾听到内心自我的一些声音，跟自己的灵魂进行一个连接。你在学习更加温柔的爱自己，不再勉强，不再冲动，只愿在静静的等待命运给你的很好的相遇，很好的安排。生活中的你呢，可能最近是喜欢安静的，不喜欢被打扰，你更在乎内心以及生活中的稳定感，不希望有太多的一些社交或者是外在喧哗的一些热闹。对于爱情、友情有更高的灵魂期待，开始懂得拒绝 say no， 为自己设下一定的边界感，一定的温柔界限。在等待之中呢，也会开始去建筑属于自己的小世界。在别人眼中，你是纯洁的，你是简单的，你是和平的，而且多多少少有给自己、给别人带来一定的归属感，带来一定的安心感觉。可以看到最近呢，你的状态是蛮好的。那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是鸽子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。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，你可能跳脱出去，要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连接，代表刚才的静心冥想小仪式并不够集中自己的能量哦。那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你看。首先，说实话，你身边并不是没有追，你也不是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恋爱、母胎单身。之所以现在单身呢，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以前你真的有爱过，真的有付出过，多多少少呢有一些遗憾，多多少少呢可能受到过一些伤。过去你的某一段感情正在改变你整个人的恋爱观、恋爱方式。首先，我们出现死神这张牌卡可能曾经呢你太过投入到感情里面，最后有一些失望了。也可能经历了分手之后呢，发现自己有太多讨好对方的情况。不管在过去的感情里面谁先放手，你都知道那段关系不能再继续了，所以你把自己拉了出来，然后开始去总结，开始去结束，开始去转变，你会更加在用一种公平公正的方式去
对待感情。过去呢，在感情里面，可能有时候因为一时的心动啊，因为情绪呢，而让自己没有太过于的理智，而没有太过于的权衡。但是现在呢，你会有更多对于感情上面的衡量了，你会考虑这个人值不值得投入，或者是这份感情有没有将心比心，或者是对方是值得自己奉献、值得自己信任的吗？其实这样呢是蛮好的，因为在感情的这种想法里面会更加的成熟一些，你不会让那种暧昧的或者是寻找短暂激情的人更多的靠近于你，那些烂桃花或者是一些不适合的人呢，你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去跟他们建立连接，因为现在你懂得去观察，你懂得去计算，你懂得去分析了。当别人还在笑着说喜欢你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在头脑中然后去思考这个人渣不渣，未来合不合，或者是这个人有没有很好的稳定收入，这个人能不能跟他建立长期的关系，你都会去做一个盘算的。接下来呢，也出现了圣杯六这张牌卡，你心里面呢可能还藏着一段感情的过去。对于有的宝宝来说，这个人呢也许是旧的情人，然后你正在从过去的这份情感里面总结更多的一些经验教训。那有的人呢，可能是还对于恋爱有过去的一些美好的想象，或者是有的宝宝呢，在过去的感情里面，其实有蛮多的给予的，并没有好的这种收获。无论如何，过去呢都是会有很单纯的喜欢，有真诚的一些付出，然后那些回忆有时候呢会突然浮现到自己脑海里面，让你想念。也许你不太想随便开始一段新的关系，还有过去的留恋所在。也许你怕自己再也遇不到那种过去的很纯情、单纯的喜欢的感觉。那有的宝宝呢，选择这组牌卡的，你们大多数人应该会因为某一些情感的经历，反而让自己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也更懂得保护自己了。目前呢，这一段单身的时光，或者是感情的这种时光，是自己的情感重建期，而不是你的缺陷期。当你不再执着于过去的情感色彩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准备好可以迎接新的爱情了。但是新的这个爱情呢，你会宁缺毋滥，你不想玩感情游戏，你也不搞暧昧，你也不建立那种不公平的业力关系。你不是不想要爱，而是过去呢可能太用力，过去呢可能没有太多的技巧，但现在你会更加的理智，更加的谨慎一些。你只期待在对的时机遇见对的人，然后再真心的奉献付出。所以目前呢，在感情观上面也有蛮大的一个成长的，还是要感恩过去。好，另外呢，你身上有一种其实蛮强的神秘感，跟你越相处越上头的吸引力，你自己可能并没有察觉到。不是说你很会去吸引人、撩人，也不是说你特别的热情，但是呢，当下你有一种很少见的那种内敛但很有魅力的状态。你是那种静静的待着，但别人就是会忍不住偷看你的人。你有自己的节奏，有自己的空间感，你不吵不闹，但是呢，就会让别人觉得你好像是一个蛮有气质、内涵，懂很多，但是又不会一直去很浮夸、很虚荣的表现出来的。所以你的这种神秘感，你的这种安静，蛮让人想要靠近的，但又不敢太快的靠近。平常你可能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，但是只要遇到你真的喜欢的人了，你还是会愿意主动的，而且自己的速度快，而且自己的方向比较明确。你是一个说话呢也追求直接、简单、讲道理、说重点、不绕圈子那种，不是唠唠叨叨的这种。所以你是属于那种清醒直接的类型。
这个是蛮好的，表面呢看起来好像很冷静，甚至有点距离感，但其实内心是非常温暖的，会记得别人讲过的话，会观察对方的一些情绪，然后呢也会在自己的好朋友啊，或者是自己的爱人、亲人需要的时候默默的出现。你是那种给到别人不张扬的安全感，是那种不会一直讲甜言蜜语但是没有行动的状态。其实你不是那种很会讲话，就是很会讲一些调情浪漫的话，但是呢你会用真实的一些行动去表达我爱你，去表达我对你的这种喜欢。你吸引人，而且你不黏，你不吵，你也懂得尊重别人，也懂得保护自己，是一个成熟内涵的人。然后身边呢也是会被那种还不错有修养的人吸引的。那么目前呢，我看到因为过去的情感色彩，当下的你呢还是蛮有魅力的，所以你的下一段恋情应该很快就会来到你的身边了。周围呢是有人在关注着你哦，但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来表白。而你的下一个恋人呢，也不是你自己主动去找的，也不是自己在桃花突然爆棚的时候来到你身边的，更多的是可能在你觉得有点累，人生好像有点卡，有点寂寞、无聊、无趣的那个时刻，然后突然有个人靠近你的，他给你更多的一些松弛感，可能给到你更好的一些情绪价值，让你对他呢慢慢喜欢的。我们这边呢看到这个时间点，有可能是在你觉得比较孤单的那个阶段，可能生活里面没有太多活动，没有太多人陪你聊天，然后有一种我很好，可是还是希望有个人给到更多温暖的时间段，所以很有可能是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冬天前后，你遇见自己的新恋人，也有可能是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10个月之内遇见到的对方。你的感情呢，可能来的不是那么的热闹，但它会在你最需要人陪，最需要人给予温暖，最需要一杯热茶的时候，它刚好温暖你的手心，所以它会给你带来比较热情、温暖的能量。那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哦。好，那么首先看到他可能是一个有一点摇滚，然后不是特别按理出牌的人，他的打扮呢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运动风，或者是穿着很中式，更多的是一种比较随性的状态。有时候呢有一点混乱美，有时候呢有一点这种放肆的性感。他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，但是他更在意自己活得真不真，舒不舒服。他也会在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，他可能会喜欢很多不同的一些时装打扮，喜欢尝试不同的一些颜色。头发呢应该是乱中有形，穿衣风格呢应该是非常自由的，然后讲话也可能比较直来直往，不怕去冒犯谁。这个人他的举手投足都有一种我比较自信，我知道我在干嘛的感觉。如果是女生的话呢，她喜欢
给自己一些比较精致的妆容，应该来说还是会很注重自己的形象、身材。可能她的身材也是比较高挑的，很有曲线的，然后穿搭是属于那种比较优雅的类型。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，可能他话不多，有一种霸气感。这个人他应该年纪是比较轻的，感觉他是可爱的、青春的、时尚的，有一种表演型人格，喜欢被看见，然后在团队里面呢是愿意去发光发热的人。他也可能是笑容比较甜美的，然后在社交上面还是有一定的情商的人。他不是那种走乖乖牌啊，或者是很知性啊，或者是很老派的那种路线，他不是，他一定是属于那种很有自己的风格，然后五官呢应该是比较标致好看的，很敢表达自己，很敢活出自己，说自己想说的话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会 care 那么多别人的一些眼光，比较勇敢，比较大胆。跟他相处越来越久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人很有趣，很真实，也非常的有魅力。最刚开始你对他的印象呢，可能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专一或者是特别靠谱的人，你只是会觉得他蛮有活力的，蛮有吸引力的。但更多接触之后，你会被他的气场所吸引，你会觉得在很多思想行为上面，他有给到你更多的一些感染力、积极的影响力，而且两个人呢可以无话不谈，慢慢的对他上头了，慢慢的就是会越来越喜欢他，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呢，也是很合拍、很好玩、非常精彩的。那具体我们也来看一下他的性格。除了说外表呢是比较张扬、好看或者是帅气、很突出、很独特的之外呢，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射手座、水瓶座、双子座、双鱼座、白羊座，或者是他的太阳、月亮、上升星座是在双鱼座、双子座、水瓶座、射手座、白羊座。很明显的风象、火象的这种能量气场，是一个性格比较外向、活泼，然后很自由的一种状态。他很讨厌被管束，以爱的名义呀，或者是以我为你好的这种名义来控制他、改变他，这是他很不喜欢的。他喜欢冒险，他喜欢旅行，他喜欢去挑战新的一些东西。你们可能会在一起玩的时候呢，他给你足够的这种青春、新鲜感，去你没去过的地方，做你没做过的一些事情，并且你也会不断的去挑战自我。如果是你恐高的话呢，你可能也会去登山，或者是玩一下滑翔伞之类的。总之呢，它会让你去突破一定的界限。你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也会更加的大胆。你爱他的时候也是非常开心的，你们彼此呢也会给到大家很多的这些时间空间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啊，去完成自己的事情，没有太多的这种束缚感。而且他是一个尊重不同性的人，你不用表现的好像你跟别人一样，或者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你也在做，或者是你讲话的时候你会担心得罪他，或者是跟他的想法不一样。其实你跟他在一起呢，你会摆脱这些毫无价值的包袱，你会摆脱这些思想包袱。你在他面前，你越是不一样，你越是遵从你内心，他越欣赏你，他就欣赏你身上的这种真实感跟不同性。
他也喜欢你越来越大胆跟自由。另外呢，他也有水瓶座的革命精神，这个人思想呢是比较跳跃的，不随波逐流，可能有时候有一些很奇怪的理想梦想，或者是有时候突然说出一个让你比较觉得很爆笑的理论，或者是某天他就突然开始去研究宇宙啦，研究 NFT 啦，或者是去研究动物心理学、占卜、占星术这类奇妙的一些事情。他跟你谈恋爱的方式可能并不是循规蹈矩的、很保守、很标准的那一种，但是它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有趣味。他也有双子座的头脑转得很快，情绪转得很快，爱讲话的那一部分。有时候呢，你可能会觉得他在情绪上面有些忽冷忽热的，但你只要了解他，不要玻璃心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很在意你，只是他的表达这种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。可能在你们各自忙碌的时候，他不会打电话或者是发信息太多，这个时候呢，他需要自己的一些界限，他也尊重你在忙自己的，可能你会觉得比较冷淡，但是见面之后呢，就是无话不谈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如果大家当下不在一起的话，那就各自去忙碌，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尽可能不去看自己的手机，而是互盯着你的眼睛，倾听你的说话，让你感受得到他对你的在乎，对你的尊重。所以他不是一个在感情里面很黏、很依赖的人，他是比较独立的。另外呢，他其实也蛮善良，也是很有同情心，是一个温柔体贴性格的人。他会照顾别人的情绪，他也是比较行侠仗义的，对那种弱者呢很有共鸣。他爱你的方式其实是细水流长的内心，让时间来证明一切。但有时候可能他也有一些玻璃心吧，他需要你哄他，他需要你更多的夸奖他、表扬他。当他做一些事情，你希望他更多的去做的话，那你多多的去夸奖他，他就会很卖力、很开心的去做。当他做的一些事情是你不喜欢的，那你也可以婉转的去告诉他，他其实也很能去接收。很能去接受，他就会慢慢的去改正，这也是一个不断去进步的人。好，那他也有白羊座的活力啊，行动派啊，喜欢你呢，他就会直接去说，直接去追，很愿意主动的出击，对于他喜欢的事情，他都会去主动的抓住着。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去猜他在想什么，他在做什么，因为他都会让你知道。只要你们是在一个轻松自由的这种互动之中的话呢，他都愿意在你面前去讲他所有的一些感受。所以在你们的语言沟通上面，你不要去生气，不要因为他可能只要是不冒犯到你原则底线的事情都不生气的话呢，他是愿意在你面前非常坦诚的。好，这个人其实蛮聪明的，有一点奇葩，有一点热血，但是很真实。他可能不是那种非常完美的恋人，但是你们相处起来呢，也是会笑啦，会吵啦，会聊到凌晨啦，也会让你觉得终于有人看懂我了的那种对象。两个人在一起呢，多一点点的爱情技巧，多一点点的互相尊重，其实是可以建立的非常好的关系的哟。好，那他的性格你喜欢吗？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他的职业。他的职业呢，是的，有可能是老师、导师，或者是培训师，或者是临床心理师，可能是师傅这方面的职业，也有可能他是在军人啊、警察、消防人员这方面的职业，很正派的。也有可能他是在自己创业，
是一个商人，自己做一些小生意，也有可能他是在做美容造型师，关于美这方面的行业，也有可能他是在做民意代表、政治工作者或者是社会工作者这方面的事情。好，那么你们相遇的地方呢？首先，可能是在你人生比较低落，或者是心情比较荡的时候遇到他的。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掉落这张牌卡，可能是在自己失落的那个人生阶段，也可能是你刚搬家呀，工作压力大啊，或者是经历了某一种失去的时期。其实你并没有心情准备好去谈恋爱，但刚好那个时候他就慢慢的靠近你，给到你更多的这种舒服的感觉，你也愿意呢去有更多跟他的一些接触。在你疲惫的时候，刚好他出现，给到你好的一些情绪价值。那也有可能你是在户外，在旅行，再去爬山，再去徒步，在一些风景区的时候遇见到的对方，也有可能是在某个早晨你去跑步，或者是跟朋友去露营，或者自己去郊外走一走的时候遇见到的对方。甚至呢，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山丘这张牌卡，有可能是在一个可以看到山丘的咖啡馆，可能在离开城市的环境的时候遇到的对方。那么宇宙也提醒你哦，就是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或者是你觉得特别不顺的时候，你可以离开你住的这种城市环境，然后到周围有山脉的地方，到大自然中去走一走，说不定你的缘分就更容易在那个地方打开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出现了动物这张牌卡，也有可能你们相遇的地方跟动物有关，比如说是宠物展啦，或者是流浪狗收留中心啦，或者是在狗狗咖啡厅、狗狗公园，也有可能是你遛狗的时候，如果你有狗狗的话，它也在那里，就是一种浪漫电影剧情的开始。如果说你有自己的狗狗的话，有自己的小毛孩，那说不定小毛孩就会成为你们之间的媒人哦。那最近呢，去到一些有动物或者是动物园、有动物展的这些地方呢，说不定也加深你们之间的这种缘分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这边也出现了童年故乡、成长的地方，也有可能是充满怀旧氛围的地方相遇的，比如说你小时候常去的一些街区，或者是你长大的那种老家，也有可能是有时候你去自己的母校走一走，或者是你好久没有回到过去的那样的一个城市，说不定你跟对方是有某种过去的连接的，甚至有的宝宝可能对方是你小时候的同学，或者是童年的邻居，也有可能是自己幼稚园的同班，或者是自己同学的朋友，也可能是大家失联多年之后呢，然后又再一次的遇见。总之呢，这个缘分会有一点好像我早就见过你了，但是当时没有注意到的那种感觉，或者是好像过去我们已经有认识了，但是没有情感的发展这样一种可能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出现了转变、转换的地点，也许是在自己人生出现转变的时候相遇的，也可能是在自己更换工作啊、准备离职啊，或者是去留学，或者是出国，或者是回国，或者是重新开始生活的这个时期，也有可能是在这种交通或者是城市转换的一些地点。包括捷运也算啦，飞机场也算啦，
也可能是在一些地点转换的地方，然后遇见彼此的。所以你们两个人的相遇呢，应该是在一种没有预期、没有计划、不算浪漫的状态，但是呢，又很贴合生活、很真实、很接地气的情况。那么我们这边呢，也可能代表着网络上，但更多的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，你们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地方所相遇的，不是那种好像通过相亲网站啊、社交媒体刻意的去有目的性的靠近彼此，真正的是因为生活现实本身的一些地方把你们推到一起去的，也是蛮妙的。好，那么最后呢，宇宙告诉你哦，当下呢还是要去做一些积极的准备，比如说多多的走出去，特别是喜欢宅在家里面的朋友，不要一直待在原地，不要躺在沙发上滑手机，不要天天去看别人谈恋爱、看恋综啦。自己呢要去动起来，要主动的出击，多去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，或者是多去自己过去熟悉的地方，或者是多去有山脉啊、有狗狗啊这样的一些地方，也可以去报名一些课程、讲座、健身房。总之呢，就是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，跟陌生人搭上话，不要怕尴尬，不要怕对方不回你，不要怕失败。愚人呢，就是那种试试看的能量，就是多潇洒、自由自在的去行动，不要想太多。想太多的话，你可能就不会去行动了。你要谈恋爱的话呢，就是先让自己有机会被看见哦。好，那有时候呢，可能你也会比较防备哦，轻松一点。如果人家主动约你的话呢，你会觉得是不是太快了，有目的吧，或者这个人合不合适？不要想太多，就是去约会几次，交流交谈几次，然后就再去做审判。有时候给别人一个机会，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嘛。还是可以多多的去靠近一些人，或者是让别人来靠近自己。如果想要建立信任的关系的话呢，那当然是需要慢慢的来咯。还有就是在感情的初期，先不用把每个人划分到怎样的一个圈层，而先是当有个人聊聊天就好了。可能一开始还没有很熟悉的时候，你会在心里面默默的打分数，这个人年龄不行啦，可能不能年龄比我小啦，或者是这个人的收入还没有自己高啦，或者觉得好像这个人有太油了，太油腻了，或者是觉得这个人说话没有逻辑等等的。结果可能聊不到几句话，你就关掉对话框，你就把这个人放到可能一个你觉得很不想要再联络的一个位置。但其实有的人呢，真的跟自己预判的并不太一样，所以感情是先聊起来的，不是先审查过关才能恋爱的。先不要去做任何像裁判一样的东西，多聊一聊，天南地北什么都聊，也可以多问问对方的问题，了解一下对方的家庭情况，他从小生长的一些故事，了解一下对方，他有怎样的一些梦想，这些呢，会让你更容易去做未来的一些决定，多接触几次，好吗？所以，亲爱的，宇宙告诉你，其实你自己呢，对于谈恋爱这件事情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。真的，你自己可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但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差那一点点呢，就是愿意去试一试，
愿意让人靠近而已。所以看到这个视频之后，请你多出去走一走，然后多跟朋友，多跟谁约个咖啡，都是会很好的。或者是打开你的交友软件也好，来一场随意的一些对话，更加的自在自由一些，不用想太多，不用背太多的一些包袱，多聊一聊嘛，然后你再决定继续聊还是转身走开，好吗，亲爱的？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已经准备好，宇宙给我安排恋人，我是幸福的，我将收获美好的爱情。这样的话呢，让我们更加快点遇到那个刚刚好的人，也同时吸收视频的能量，感恩宇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出现考拉这张牌卡，代表最近呢，你给人的感觉就像考拉一样，安静、疗愈、不急不躁，有点距离感呢，但又是很想让人靠近的。大家看到你的时候，可能不会马上冲上来跟你讲话，但是呢，你有一种让人放松下来的气场，不热情，但也不功利心，没有那种老谋深算的样子，就像考拉抱着树一样，看起来总是很稳、很自在，不吵不闹，甚至有时候呢，又有一点懒懒的那一种。但这种慢慢的步调呢，反而让人觉得跟你在一起更真实、更亲切、更舒服。你不是那种特别张扬，或者是想夸夸其谈、表现自我，想有那种超强存在感的路线。但是呢，身边确实有人会默默观察你很久，甚至会觉得跟你相处的时候呢，就是很自在、很舒服的。有时候也许也会有一些拖延感，有时候呢，你可能会给人的感觉太过于的放空，或者是太慢热了，别人会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喜欢他的，还是说根本没有在意呢？所以，如果近期你对谁有好感的话呢，记得让对方知道一点点，你稍微主动一点点，不然他可能会以为你永远都只是静静的待在自己的树上，自己熟悉的一个圈子里面。所以近期呢，你是那种让人想靠近、想休息一下的类型。你的魅力呢，不在于你的声音，而在于你的整个气场，在于你整个状态，不在速度，而是在温度。有人其实已经注意你了，只是你太安静，让人不敢去打扰你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也来看一下你单身的这种状态原因。如果有对应到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。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，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了。代表刚才呢，在做静心冥想的时候，没有集中自己的能量哦。好，那么你在感情里面可能还正在疗愈自我，或者是过去在感情里面有一些心碎，有一些失望，痛过一次，不想再痛第二次了，或者是在感情里面当下呢有一点害怕开始，因为害怕再一次的结束。也可能过去的情感留下了一些不太好的记忆，或者是在过去的感情里面呢，你确实很单纯，没有太多的爱情技巧。那么当下呢，你可能希望更加的有力量。有的宝宝呢，也许是经历过一些暧昧，但是最终错过缘分。那有的宝宝呢，可能在有些感情最初要开始的阶段，结果又卡在差一点要开始那里。那有的宝宝呢，可能经历过这种不顺心的情感关系。总之呢，可能有过去的这些情感情况让你有一些心累，
当下你正在收拾自己的情绪，让自己学会在感情里面呢，还是要有一定的技巧，还是要做一定的改变。目前也许你的心门是关上来的，这个关注呢，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保护。你当下学会，或者是正在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要太过于的去表露出自己的喜怒哀乐了。可能你正在感情里面设定更多的一些标准，不想要那种没责任感、不成熟或者是不诚实的人靠近，所以宁愿让自己单身，也不愿意去降低自我的界限、自我的一些价值。你正在练习用自己的理性去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所以你也会多多少少去压抑这种喜欢，怕自己呢，要么太快的陷进去，要么就是因为一时的感觉而冲动谈恋爱，而且你希望在感情里面呢更加的成熟，你希望有更多的一些评估，有更多的一些理性。另外呢，在感情里面，可能你也会更加的实际一些。要么你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，先让生活提升生活质量，先让自己事业稳定或者是物质安全，让自己可以更优秀之后再去计划爱情。你会比以前更加的现实主义了。或者是在感情对象筛选上面，你也会看对方有没有很好的职业，或者这个人呢是不是一个潜力股，他的收入稳不稳定，你们的三观合不合。如果没有达到你的标准的话，其实你也不会有任何的兴趣了。保护自己没有错，但可能也会让自己少了很多尝试体验的一些机会。当然，目前呢，你会把人生的焦点放在经济啦、安全啦、稳定性上面，所以想要先去存钱，先去可能转职，先可能搬家、练书，或者是提升自己的职位。目前你是花更多的心思在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学业上的，爱情呢？真的遇到很好了，在很好的人再说。如果没有遇到很适配的话呢，那就不需要去浪费时间在不适合的人身上。所以近期不自觉的有缩小了自己的社交圈，甚至抗拒新的一些接触。那这个是好事情，也代表了你已经准备好一段成熟的爱了。而你不想新的爱、新的人去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，你希望这份爱情呢，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力量，更加的美好，一定是1+1大于2的，那么你才会去给予时间精力。一方面呢，可能就会让自己少一些偏桃花啦，或者是少去经历一些暧昧机会。一方面呢，当然就可能空窗期会稍微久一些，所以在单身的情况，并不是说没有人喜欢，并不是说没有桃花运势，而是自己会更加的挑剔，更加的审判，内心呢会更加的强大，有力量一些，这也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。而你给别人的这种能量呢，确实是比较现实，比较稳定，而且有包容力的。实际上在感情上面呢，你是那种很懂得照顾体贴人的那一种，你是比较踏实不浮夸的，给人一种很安定的感觉。在现在的这种社会，感情很快速建立、快速变质的这个年代呢，反而觉得你蛮有魅力的，
反而觉得你很稀有，很值得珍惜。你是会有那种让人想要长期跟你共建生活的冲动的。虽然可能你不是那种特别漂亮、帅气的那种类型，但是呢，你很耐看，你很耐相处，而且是越来越让人信赖、越来越让人信任、安心的类型。你给人第一眼的感觉就是那种很温和、很理性、很沉稳的。但其实你的内心应该是蛮浪漫的，你很渴望有那种感情深度的连接。你的爱情魅力呢，也来自那种比较内敛的深情。你对感情是认真的，不玩票，也不去玩那种食宿的爱情。在行动、在语言上面，其实都是比较温柔、比较体贴的，有原则，但是也不会想要去控制啊，或者是 push 对方。你是会默默的投入的，而不会是那种特别晒幸福、特别喧哗张扬的说我爱你。但是在感情里面，其实你可以稍微主动一些，这样会更容易让别人看得出你对他的感觉哦。其实你比自己以为的更加的有人气。我们出现了权杖6这张牌卡，这是一个公认魅力的牌，所以在自己的人际关系里面，其实你是蛮受欢迎的。有人呢在关注你，想靠近你，可能你没有察觉。你说话呢是有影响力的，你做事情也是蛮有态度的，身边是有人追随你哦，或者是尊重你哦，或者是愿意去学习你。有些人呢可能不敢追求你，是因为你看起来太稳重、太有能力了，不敢去乱碰。你有一种我知道我在干嘛，我很有自我能力的气质。这个呢会吸引更加有主见、有品味的人，而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人，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很正。所以那种玩暧昧啊，或者是喜欢调情、讲黄色笑话的人，应该不会太去接近你的。所以你不是没有桃花，是你这种比较强的气场呢，有光芒的气场呢，是帮你在拒绝一些烂的桃花，其实这蛮好的。好，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，你的下一段恋情来到的时刻，很可能是在8个月之内。就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8个月之内，应该就会遇见自己的下一段新恋情。因为当你真正的懂得去好好的爱自己，更加的这种自信美好的时刻，它就会进入到你的生活状态里面。当你生活的步调非常的舒服，然后自己的物质生活也是很享受，当你去 enjoy 自己的人生，花时间去保养，花时间去整理房间，去穿自己喜欢的衣服，吃好一点，睡香一点，然后再做一些美味给自己，在这种非常好的能量状态之下，你的新恋情就会被你召唤来到你的身边。说明呢，你的新恋情他也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生活、有一定品味的人哦。目前呢，可能你还在一个比较想要去休息的阶段，当下呢，你也没有太着急想要去开始新的恋情，你的能量正在回到更加稳定的这种状态之中。有可能前段时间自己比较疲倦啊，或者是当下呢，你想要先去暂停充充电啊，去学习一下，去培养一下新的技能啊，或者是享受自己的生活时光。当下呢，你还是算比较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间的，所以你也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去社交、去玩乐、去参加活动、去认识新的人，你也不会特别想要去认识新的人，所以自己的吸引力呢，或者是这种遇见新恋情的机会还没有完全的打开。而当你想要去参加活动、想要互动的时候，
你的恋人就会来到你的身边的。当你主动走出你当下的这种或者是旧有的生活模式的时候呢，去到新的生活场景或者是新的环境、新的能量的时候，那么恋人就会出现。8个月之内，当你离开停滞太久的地方或者是圈子，当你不再等待一个人来的时候，当你愿意主动去踏出去新的一种状态地方的时候，那么新的恋人就会在下一段路上出现的。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讯息哦。那到底新恋人是什么风格的人呢？好，那么首先我们看这3张人物牌卡，可以看到他应该，如果是男生的话，他不是走那种标准帅哥的路线的，但是呢，他特别的有味道。他头发不一定是很整齐的，甚至有时候有点乱乱的，但是非常的自然，有个性。他的衣服呢，可能比较偏舒适，或者是偏正装。他并不是很在意流行，但是有自己的一套风格。身材的话是中等，或者是中等偏瘦，比较标准。坐姿啊，走路呢比较随性，不太会摆出一种架子的状态，给人的感觉应该是他的脑袋里面呢应该有很多东西，这个人有文化，或者是还有修养、内涵、安静，但是呢，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。也许他不是一个情商特别高的，但是他的智商应该很在线。在私底下很会讲话，甚至呢有时候也蛮幽默的。他绝对不是那种走外貌路线的吸引力，而是那种你越了解他，越被他的才华，越被他的这种思维所吸引。这个人也许你不是从一开始就马上喜欢，不是那种一见钟情，或者第一次见到他就很心动。但是呢，在跟他更多接触，或者是在某一次的深入聊天之后，你突然发现，哇哦，他很迷人，你愿意跟他继续的聊下去，你会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独特的这种特质，是比较靠谱的，然后又是很有能力、才华的。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，她应该是可能身材是比较好的。是比较曲线型的身材，有一点肉，但是呢又是很标准，不会特别的瘦，也不会胖，动作也是看着很柔软的，喜欢穿一些很显身材的衣服，可能会用一些名牌香水，而且呢应该很会打扮自己，也比较会化妆。她的照片看着也是很闪闪、很有光芒的。他的一举一动呢都蛮自然，但是又很有存在感。这个人应该是比较性感的，说话声音很柔软，表情丰富，让人觉得非常的可爱。他可能是有一点诱惑气场的那种类型，蛮有魅力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哦，可能身边喜欢他的人，被他的魅力征服的人还蛮多的。但是呢，他不会轻易的去谈恋爱，他是会好好挑选的。这个人他应该属于那种都市类型的人，一看就是很有生活品味，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很好，气场呢是很稳的，打扮有质感。并不代表他一定会穿名牌哦，但是他会很注重自己的衣服质量、剪裁或者是否是合身的。他走到哪里呢，都是很干干净净的，不是那种油腻
是那种很干净的人，然后身上的味道也是有淡淡的香味，指甲啊、头发啊都打理得蛮好的，自然健康的美，不张扬，很舒服。然后这个人比较慢热，对人温柔有礼，不会太热情，说话呢有条理，工作能力比较强，生活比较稳定。跟这种人谈感情应该会觉得蛮踏实的。他可能不会一开始就去诱惑你，但是当你靠近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这个人外表不错，性格品质也特别好，并且是一个可以一起并肩前行的人，感觉他应该是你理想对象，就是你期待的那种理想恋人，可以一同规划未来的。所以说，你的新恋人呢，很可能是那种又有头脑又比较风趣的类型。这个人呢，他应该有长期交往的这种吸引力，性感、迷人、干净、稳重，可以一起过日子。但是呢，也可以就是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的那一种，是你蛮喜欢的。那他的星座，我们来看一下性格跟你搭吗？星座很可能是狮子座、双子座、水瓶座、天蝎座、巨蟹座，或者是他的上升星座，太阳、月亮是在天蝎座、水瓶座、双子座、狮子座、巨蟹座。这个人首先有狮子座的勇气，他做事呢绝对不会犹豫不决、拖拖拉拉的，他是蛮有力量，有一种霸气，但是又温柔的能量。他不是那种很会表现的人，但是呢，只要他认定的事情，他是会积极的去行动、去抓住的。而且他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，他是一个会用行动去说话的人。他不怕麻烦，不怕被拒绝，该出手的时候呢，就是很有担当力的。在自己的社交圈里面，他是属于大家都很尊重的那一个人，不见得他话最多，但是一定是很行动派，自带光芒的。这个人是出什么事情他都会站在你前面的，而不是躲在你后面的人。他可能爱面子，他有比较强的自尊之心，所以你只要对他有肯定的话呢，他就会努力的对你好。你希望他在什么事情上面去多做一些，那就多多的表扬他，肯定他，那他就会更多的去做哟。比如说，你希望他做饭给你吃的话，那你就告诉他，他做饭真的很好吃。那么以后呢，烹饪就是他的事情了。举个例子哦，好，他也有双子座的好奇之心。这个人的话题呢是天南地北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聊，他对什么事情都蛮有兴趣的，而且经常去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观点。他喜欢去学习，他喜欢去接触不同的文化，接触不同的人。有时候呢，他的注意力可能也是跳来跳去的，所以他会让生活变得蛮有趣，会让聊天蛮有趣的，不会尬聊，不会把聊天聊死。他可能也会问你很多问题，并不是说他在就是审核你哦，而是他真的对你这个人蛮有兴趣的，他也喜欢听你说话，他也喜欢去旅游，喜欢去新的餐厅，喜欢去新的一些体验，或者是对新的一些电器啊，都是蛮愿意去感受的。这是一个充满好奇心、充满冒险精神的人。你跟他在一起呢，你不会觉得无聊，你只要跟上他的节奏，你们就可以一起学习、一起成长、一起玩耍，而且非常的有趣味。另外呢，他也有水瓶座对于情感上面的一个特质，他是不会天天
腻在你身边的，但是他会记得你说过的每一句话。可能有时候呢，你会觉得他有一点距离感，但实际上这个人用情是很深的，他只是不会，可能你讲的一些话他会记在心中，然后某一天就投其所好。他看待的这种感情就是能不能一起走得更加的长远，而不是仅仅的享受当下。他也很重视价值观，他在挑选恋人上面呢，他不是外貌协会者，他更多的去注意对方有没有想法，有没有灵魂，两个人能不能一直聊一直玩下去，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。其实他对于情感是有蛮纯粹蛮干净的一些要求的，他并不会看对方的一些金钱啦、物质啦、事业啊这些外在的东西，最主要的是看两个人在精神上面有没有共鸣，两个人能不能很团结、很搭的在一起。而且在感情里面呢，他也不会以爱的名义去控制你、去捆绑你，他也会给到你足够的自由跟自信的。这些地方会让你觉得安心，他也很支持你的决定，很支持你的梦想，不会因为跟你在一起了就要去改变你的性格，改变你的梦想，而是你想去做的事情，他都愿意去支持你，甚至愿意去帮助你。在感情里面呢，他不会轻易的去放弃，一旦认定之后呢，就是一辈子的事情，非常的专一。只要动了真心的话，他就是非常执着，非常愿意去投入、去奉献、去给予的。他对未来其实很有计划。其实只要你愿意跟他用心、真实的、坦诚的相处的话呢，他其实蛮稳定的。他不喜欢在感情里面出现欺骗或者是算计，因为他觉得两个人互相之间的团结、信任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两个人互相的去做一些小的自己的算盘的话呢，他宁愿不爱。他对感情是属于愿意去一生守候的这种状态，因为他很注重感情，很注重亲人关系。他会觉得在物质世界里面，爱情、亲情是比金钱、物质更加重要的。他只要爱上了，他对你非常的重视，他会带你去见他的爸爸妈妈，他会可能每个月举行一次家庭日，他可能很快就想跟你建立共同生活的这种稳定关系。他不是追求那种恋爱你侬我侬、甜言蜜语的那一种，他是觉得两个人只要相爱了就可以生活在一起，互相的陪伴，一起去畅聊未来，一起去建设未来。那他可能在生活细节上面呢，也会想知道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？你晚餐吃了没有啊？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啊？他是比较孝顺的，然后他对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是很孝顺的。跟这个人在一起呢，你会觉得比较踏实，不仅仅是谈恋爱，而是生活呢有人陪，有人懂你。他会希望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。所以这个人绝对是那种细水长流的人，日久见人心。在感情里面呢，他是会希望建立天长地久的情感关系的，是非常深情的哟。不要看他的外表好像看着很迷人，但实际上呢，他在感情里面不去玩任何的爱情游戏，这一点特别的好。好，那么他的工作又是怎样的呢？好，在事业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有可能他是花艺、园艺师、植物师，就是在做鲜花、植物这一方面的。当然，如果他也可能在花店工作。
另外呢，他有可能是健身教练、瑜伽教练，有可能也是这种营养师教练，也有可能他是在做记者、自媒体这样的一个行业，自己在做一些社交媒体创作，也有可能他是人事职员、人力资源专员。那也有可能他是在做市场行销、社群管理，或者是小编，有可能他是一个文字的创作者，也有可能他是一个媒体创作者，也有可能他是在做美容啦、健身啦这一些方面，形体管理这些方面。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在做店长、门市人员、专柜人员，可能也是在做小生意或者是销售这一部分，应该是有比较好的审美能力的。他应该有一些艺术气质，头脑呢应该很好用，蛮灵活的。那你们到底是在哪里相遇的呢？首先出现了盒子 box 这张牌卡，有可能是在封闭的空间里面相遇的，也许是在电梯啦、办公室啦、储藏室啦，或者是在一些会议室、仓库、健身房、花店、一些门市、公司这些地方遇到的，也可能是在帮朋友搬家，在参加工作坊，在 KTV 的小包厢里面，然后朋友介绍认识，也有可能是在一些邮局啦、快递啦、收取快递的地方认识的，也有可能是在一些比较私密的小圈子里面，比如说聊天室、论坛，或者是比较封闭的这种社群。你们的相遇可能不是在那种特别热闹开放的环境，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私密或者是封闭的环境里面。那么另外呢，也可能是在和有水有关的地方，比如说海边啦、游泳池啦、SPA，或者是在潜水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渡轮船上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港口城市旅游的地方，或者是在湖泊、河流边上，应该是在有水、有海洋的地方，或者是在一些跟牙齿相关的这种地方场景之中，比如说牙医诊所啦，还有就是美齿沙龙啦，或者是在一些关于牙齿的保健课程，或者是在一些，或者对方他可能就是这种医疗从业者，他可能是牙科助理或者是牙科医生，也可能是在一些语言交流的这种谈话互动场景之中认识到的彼此。当然，我们这边还出现了亲密碰触的相遇可能性，有可能是在有这种身体接触的地方，比如说跳舞的时候互相认识到的，也可能是在一些牵手拥抱的，比如说在跟陌生人拥抱的这种环境里面认识到的，大家去参加某一个这种比较疗愈的活动，也可能是在派对啦、夜店啦、音乐节啊，或者是室内聚会，或者是在朋友家去周五电影之夜，然后相遇到的。可能一开始就是在一种比较暧昧或者是肢体的这种接触之下，也许是不走传统路线，有点像这种灵魂碰身体，然后这样的情感连接。那么我们也出现了颜色这张牌卡，可能也是在一个充满艺术感，或者是充满鲜花，或者是
风格特别鲜明的地方，比如说在一些展览上面，在一些有涂鸦墙的地方，或者是在街头艺术展，或者是在摄影课、时装秀，或者是在一个创作空间里面，也可能对方呢穿着你很喜欢的颜色、风格的衣服，然后你第一眼就注意到他了。也可能你们是因为审美上面而达到的一种默契，互相的吸引，也可能你们喜欢相同的颜色，也可能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你们穿着相同颜色的衣服，也可能是在画画或者是在摄影上面两个人有美感上面的连接。总之呢，你们之间的这种恋情应该是色彩非常鲜明的，不无聊，不灰不黑，但是又非常可以点亮彼此生活的存在的。很可能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，他就记得啊，你们认识的那天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你的眼神里面是有光芒的。所以亲爱的，很可能你们在这种相同喜欢的风格美感之中，互相的遇见彼此，敬请期待哦。那么最后呢，宇宙会告诉你，请对你的爱情充满着希望，充满着信念，不用去执着于结果。如果当下呢，在感情里面是开心的，那么未来肯定是开心的。另外，不要一边想要谈情说爱，一边呢心里又说，应该没有人会真正的懂我吧，可能遇不到那个人吧，可能这份爱情太美好啦。总之呢，不要去否定自己。我们的意识创造未来，你相信你有多幸福，那么未来一定会有多幸福。如果你越是担心你的未来，那么可能你的未来也真的会出现你担心的一些事情哦。所以不要传递一些不好的振动频率跟宇宙。好，另外呢，学会看见身边的爱，也学会相信爱呢是可以脚踏实地，是可以落地的。多去跟身边的家人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去团聚，去玩乐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会感受到人际关系的冷暖，会让自己有更多希望，更多的一些可能性。也可以给自己的朋友说，你想寻找到怎样的一些恋人，让朋友帮助你在人际关系上面呢，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缘分。还有就是在选择恋人上面呢，不要有太多的防备之心，不要害怕有人靠近你了，让爱进入到你的生活状态里面，允许自己被照顾、被爱、被依靠。当有人主动关心你的话呢，你愿不愿意去回应呢？其实幸福离你很近的，只是这份幸福，只要感受到谁陪你吃饭，谁给你做饭，谁帮你去关注你的健康，谁在你低潮的时候默默陪伴着你，这些有生活仪式感的幸福呢，其实才是最靠谱的。不要靠这种激情或者是幻想去谈恋爱哦，我们要接地气的去选择真正陪伴自己的人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感情里面才会长久，真正选择一个想要跟自己一起过日子的人。你想一想，这个恋人是要天天跟我们住在一起的，是会住那么几十年的，所以要选择一个生活上面的伴侣，而不是外貌好看或者是事业有多么好，这些其实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大家的生活习惯能不能相同，而这个人在生活上面能不能互相的彼此的照顾跟扶持。还有就是当下呢，在感情里面，其实你是值得被喜欢、值得被爱的，不用想太多什么理想的恋人啊、梦中情人是怎样，最主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能不能互相的给予爱，同时对方能不能给你好的一个情绪价值。其实你不需要变得更瘦，或者是更会讲话，或者是更懂人性才值得被喜欢。
只要对方在你身边，你就可以真实的做自己，你就可以生活得很踏实。有这种感觉的话呢，就可以好好的去爱哦。所以真正美好的爱情就是愿意信任，愿意分享，不用去怀疑自己配不配拥有。所以亲爱的，充满着希望，你就可以让自己的爱情修成正果。其实爱一直都在。不过呢，目前你应该是可以接住了下一个新的恋人，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正缘，很可能可以跟自己进入到开花结果的恋情里面呢。所以好好的去爱自己，也好好的去爱对方。宇宙中最大的能量就是爱，去享受爱就好了。你给出去了多少爱，最终都是会回到你自己身上的哟。这是宇宙给到你的祝福跟肯定，它也会帮助你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亲爱的，你抽取到的牌卡是一只雪特兰牧羊犬。雪特兰牧羊犬呢，是那种在田野里面默默工作，然后超会观察、擅长判断细节的角色。所以当下呢，在别人的眼中，你就是那个很懂得察言观色，而且很会给别人安全感的人。你懂得照顾别人，你有一种很好相处、很亲切、很听得懂话、很愿意去理解、感同身受别人的人，给别人的感觉呢是有比较好的情绪价值的。而且在你的情绪上面，也会让人感觉非常的平和，非常的稳定。你看起来很温柔，但其实应该是那种超级清醒的人。你的特质呢，应该是忠诚的、责任感强、愿意牺牲自己去维护团体整体的一个利益。可能当下呢，你正处在一个把别人放在前面的时期，你更注重家庭、朋友、自己的事业伙伴。有时候你会把压力呀，你会把这种责任自己一个人扛，所以在别人眼中呢，你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形象。你不是那种特别热闹的人，你不是那种过分热情的人，但是你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给到周围的人默默的陪伴。身边可能有人已经默默的喜欢你很久了哟，但是不敢主动，因为你太温柔，你太美好了。你现在的样子呢，就像是那种越了解你，越发现你有层次的状态。所以，亲爱的，近期呢，你不是一下子就让人觉得好像很惊艳、很特别的，但是却是会让人跟你越接触呢，越喜欢、越安心，会有很好的一个特质。这是你在别人心中的一个形象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哦，当下你的情感为什么单身，以及感情什么时候会来到你的身边之类的讯息，一部分一部分的为你进行占卜解读。好，其实你在感情里面是一个很深情、很专一、很持久稳定的人。你很有同理心，你的情绪非常的丰富，你不轻易的去动情，但一旦喜欢的话呢，就会投入很多内心层次的情感的。可能你有过暗恋的经历，可能在感情里面，当你喜欢上谁，你不会马上的就去表白，马上的就去追求，你可能会先把这份爱呢藏在心里面，不想过多的打扰对方。如果对方呢没有给你明确的一些兴趣或者是好感的话呢，你可能会先把这种喜欢放在自己的心里面。有些感情其实可能曾经也靠近过你，但是你错过了，因为在感情之中，你给的讯号并不是特别的明确。别人觉得你呢温柔，但是有一定的距离感。对于爱情，你不是不想爱，而是有自己的理想，有自己的标准，有自己的蓝图。
你可能觉得现在的恋人并不是自己想要的，想再等一等，想等到自己生活稳定了，想要结婚的时候再去谈恋爱，或者是你想等一个真正对的人出现。所以单身的原因呢，不是没人喜欢你，而是你在选择性的等待。当下在感情之中没有太多的一些冲动，有时候呢也会更多的去考虑未来。而我们这边的死神发现你正在重生自己，可能有些感情结束了，或者是你正在清理一些旧的能量。可能你正在有更多的一些释怀，可能你正在重新的去找回自己，可能希望有新的感情选择，你可能还在去整理一些过去的情绪，所以没有办法让新的人更多的靠近你。你希望建立更加长远、更加深厚的爱情，而你也知道这些东西呢，需要慢慢来，你是有耐心的。实际上，你其实是一个蛮懂得欣赏生活的人。你不是那种很张扬的魅力，但是你有一种我能照顾好自己，也能照顾好你的氛围。可能当下呢，你很会打理自己的生活，你对感情有一定的质量要求，你不要求数量，但你要求质量，就像对生活一样，你享受生活，你也有一定的品味，有自己的日常节奏。当下呢，你会感觉自己的各方面都还是不错的，有自由，有舒服，有存在感，有安心。所以爱情呢，应该是锦上添花的事情，而不是雪中送炭。你也希望呢，当万事俱备之后，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，再去谈情说爱。表面上看来，你是属于那种很稳定、很乖巧的类型，但跟你熟悉之后，会有一种你蛮有趣，而且蛮开得起玩笑的这种反差感的。也有自己比较叛逆的一些，可能特别活泼外向的一些东西。当然，你也会喜欢学习一些新的东西，喜欢旅行，喜欢计划一些特别的小活动。对于爱情呢，还是有蛮多的幻想跟创意的，只是你都放在心里面。你是那种安静中带着火花的特质，其实是有蛮大的爱情吸引力的哟。另外，你也给别人一种很强的疗愈感。跟你在一起呢，别人不需要去过多的包装自己啊，去装酷啊，也不需要在你面前表现，因为你会让人感觉，无论对方是怎样的一种状态，只要他是真实的，你都是愿意去接纳的这种心态，因为你不会以自己的想法去评断别人，你尊重不同的一些性格状态，你也不会强迫别人去改变，也不会急着去推进任何的人际关系。你是可以给到很好的情绪价值，很好的一种松弛感的，让人感觉很安全。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魅力，你很尊重他人，很多事情都是不急也不慢的，态度上面呢也是非常的好。其实当下呢，看到你在一个不错的状态之下，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你的新恋情什么时候到来呢？首先，时间的话呢，应该是1年之内，你就会遇到一个让你愿意去投资时间跟精力、情感的人。就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1年之内，而且这段关系应该是蛮长久的，应该是被祝福的，互相可以成长潜力的关系。
很有可能是在秋冬的季节，一个土元素的能量之下。那这个人呢，是比较主动的，有担当的，而且可能说不定是他先追求你的，他会主动的关心你，找你，他有明确的目标，他是成熟的行动派，有魅力，有点霸气，但是不会控制你，也会给到你很好的一些情绪价值跟热情。你们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成为那种长期陪伴的关系，可能会走向同居，或者是一起生活，甚至结婚的关系哦。所以下一段恋情很有可能是你的正缘，你的正桃花。你们会一起去规划旅行啊，搬家啊，或者是装修你们的房子啊，两个人一起有共同的梦想啊。他也会很希望把你带到他的生活圈里面去，介绍给他的朋友，介绍给他的家人。新的恋情呢，绝对不是短暂或者是玩玩的，真的是会让你想要把生活交给对方的那一种。其实一直以来呢，你都在保护自己，你等待一个值得的人出现。那么接下来你会在自己准备好的时间，迎来一段可以落地的、互相成就的关系。那么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呢？这是很好的消息哦。宇宙呢也会给到你满满的祝福。好，首先从外表来看的话呢，他应该不是那种很典型的帅哥美女，但是呢，他是也有一定的魅力的。把它放在人群里面呢，应该也是比较特别、比较突出的，有一种知性的魅力。这个人五官应该是属于比较深邃的，还是比较高挺的鼻子。大大的眼睛，有胡子，或者是他的发型是整齐然后利落的，也可能他会每天去刮自己的胡子，可能戴眼镜，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学者，一个思考者。他的气质呢是很有绅士或者是修养，很稳的那种。坐在那边呢，给人一种沉浸感。很会听，很会观察，穿着呢可能比较保守，或者是偏经典复古，然后衣服颜色也会用比较深的一些颜色，会用小面积的红色、黄色来让整个搭配质感看起来很好。可能穿衣服会更加注重衣服的质量，而不是数量，而不是有多么的一些时尚。它外形可能是稍微身上有一些肉，或者是肉比较紧实、有点壮的这种状态哦。但是呢，可能是标准中等身高，甚至偏高一点点，有一种慵懒的这种魅力，会有一点书卷气，或者是有一些艺术家的气质。有一点点可能古典的一些气息。他不会穿大众审美觉得很帅的衣服，但是呢，他是那种很有自己做派的这种风格。他宁愿独树一帜。他可能喜欢聊哲学，喜欢聊文化，喜欢看小说，说话呢应该也有思想很智慧的那一种，很有文化的样子。如果她是女生的话，她肯定也属于那种很有气质、很有气场的类型。
不是第一眼看见就非常漂亮的，但是呢，她的五官还是很立体的，是属于耐看的类型，越看越好看，而且身材呢应该是蛮不错的，也许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运动，或者是很注重保养健康这样的一个习惯。看着呢也是举手投足非常的有个性，比较知雅的。这个人应该是很不一样，非常这种独特的状态。那么当下呢，你看到这3张人物牌卡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？那就是宇宙要给你的暗示讯息了。他的外表是你喜欢的吗？那当下我们来看他的星座跟性格，他很有可能是双鱼座、白羊座、狮子座、金牛座、天蝎座，或者是他的太阳、月亮、上升星座是在白羊座、狮子座、金牛座、天蝎座、双鱼座，身上的这种火、水的能量是特别强的。首先，他有双鱼座的想象力，是那种感受能力特别强的人，而且骨子里面是比较浪漫的，有一种艺术家的审美力。他对待爱情呢，并不是很现实主义导向哦，更多的是在乎2个人有没有感觉，2个人的灵魂是否是契合的，所以他不会去太理智、太现实的去评断一个人，最主要的是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那种感觉好不好。他也是那种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，骨子里面是非常浪漫的，很像你们活在自己的小泡泡里面。但他也有白羊座的主动、孩子气、有冲劲，一旦喜欢你的话呢，就不会躲闪，也不会装作好像故意很是镇定，而是会直接的告诉你，我想见你，我想跟你一起做点什么，想邀约你。他有时候呢会说走就走，有点冲动，但这种行动派的热血也会让你感觉非常的感动。而且他是那种你想吃甜点了，他就会立刻杀去买，然后还给你买一堆的人。他的能量呢是真实，没有心机，很热情的，会让你感觉他的安心。他会用现实的一些动作让你看到，他并不是想跟你玩任何的爱情游戏。在金钱上面，他对你也是大方慷慨的，他也很懂得去制造很开心，一起玩乐，非常 enjoy 的这种感受。他会带你去好玩的地方，约你去看演唱会啊，一起去跳舞啊，一起去看电影啊，一起拍vlog 啊视频啊，或者是他也会给你拍很多美美的照片，会懂得投其所好。他会有一种非常自然的魅力，在朋友面前呢，他也是很给你面子的，很会照顾你的情绪，很会愿意让你成为主角。他爱你的方式呢，就是让你笑，让你被看见，让你像太阳一样自由闪耀。然后他也有金牛座的这种稳定踏实感，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，他会用实际的行动来让你感受到被照顾。他会记得你喜欢吃什么，他会帮你泡茶，他会给你盖被子，他会默默的做很多的事情，他会买你喜欢吃的玩的一些东西。他给你的感觉就是在他的身边，不用你一直努力的讨好，他就是会在。感情上面他也不会说太多的甜言蜜语，他可能不说爱，但是呢，他会用行动去表达对你的爱，因为他想给你足够的这种安定的力量，让你没有嫉妒啊，让你没有吃醋啊，所以他跟别人呢都会有一定的界限跟边界感的，他会很注重这一些，想要让你安心。另外呢，他爱的蛮专一的，他不会轻易的去放手，
他是一个在爱里面全力以赴的人，只不过他需要跟你建立很信任、忠诚的关系。只要在他面前没有欺骗、没有隐瞒的话呢，你怎样都好。有时候他话不多，但是你做的感动他的事情呀，你说的这些话，其实他都会记得一辈子的。他愿意去包容你的一些小缺点，他愿意去包容你的脾气，只要不碰触原则底线的事情，只要没有任何的这种欺骗、耍心机的话呢，他就会在感情里面愿意去奉献，愿意去承担，愿意扛下所有的压力。这个人呢，他其实是蛮有热情，然后又很接地气，爱得非常深刻的人。有时候有一点任性，但是也会不断的去改变自己的缺点，去修正自己的错误。他可能会带你去疯狂的玩乐，他也可以陪你安安静静的在家听音乐、看书。他其实不仅仅适合谈恋爱，他也更适合一起生活、一起过日子。这个人呢，也蛮有很多的想象力的，然后又很有白羊的活力，也会生活里面呢安排一些小惊喜，也会该节俭的时候节俭，陪你过日子，默默的照顾你，也会真心的对你好的，所以是蛮好的一个性格。那他的工作呢，很有可能是社会工作者，或者是市场研究、数据分析师，也有可能他是学者、教授、老师，也有可能他是在做文艺工作，歌手啦、演员啦、网红啦、主持人啦、模特儿，也有可能他是在从政行政人员，也有可能他也有专业的一些很不错的技术，比如说机械工程师、土木工程师，或者是机械维修人员，所以他有可能是比较很专业的这一部分，有自己的技能，也有可能他本身就是在教育教导别人，也有可能他在从事关于艺术、行政方面的事业行业。好，那你们认识的地方呢？首先出现了汽车这张牌卡，也许是在一个关于路上的交错的故事。在停车场，你们可能把车子停在彼此的旁边，也有可能是在搭乘 Uber 或者是出租车的时候，网路出租车的时候被分配到同一台车，也可能对方呢是你朋友的朋友，正好一起开车去参加某一个活动。或者是你迷路了，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，然后他帮你指路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交通而认识的一些情景，也可能是去搭乘捷运啊，或者是电车啊、公交啊之类的时候遇到彼此的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在一些汽车露营地、汽车营地。或者是在去购买汽车、租赁汽车，或者是考驾照的时候，认识到彼此的很可能跟车、跟交通有关的地方，去认识到的彼此，也有可能是和购物相关的一些场合、场景认识到的彼此，在一些 shopping 的生活风格的地方。比如说自己在挑选书或者挑选香水、咖啡的时候，大家可能准备要同去拿一个商品的时候认识到彼此的，也有可能不小心撞到他的这种购物车了，也可能是逛街一些商店的时候，那刚好他也在那边闲逛，或者是他可能在那边打工。可能自己去付款的时候，然后他是收银员，可能是他是销售员。总之呢，
有可能是在一些商场或者是在购物的地方认识到的彼此。那么我们这边还出现了电梯这张牌卡，那就代表着一个短暂封闭的空间。比如说你们可能住在同一栋大楼，或者是你们在同一栋这个地方办公，也有可能在共同搭乘电梯的时候相遇的，或者是你们去参加朋友的聚会，然后在上楼的时候先在电梯里面相遇，结果你们去的是同一个地方，很可能有这种私密暂时的空间遇到的彼此，听见了这种意外的心跳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还出现了飞机这张牌卡，也有可能是大家搭乘飞机交通工具的时候，他坐在你的隔壁呀，也可能是在候机室，或者是排登机的时候认识到的，也有可能是旅行的时候遇到彼此，他比如说是地接，是旅伴，是背包客。旅途中认识到的。那么对于有的宝宝来说，说不定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远距离开始的，也许这段感情会跨国、跨地区，也可能代表着他是外国人，或者是你们在有不同的家乡文化。好，那么手机这张牌卡呢，也可能就代表着虚拟世界，然后让你们有真实的连接，比如说是在网络之上，交友软件啦、社群媒体上面互动而认识的，或者可能漂流瓶，也可能是你传错了这种讯息，然后在群里面聊起来，或者是你在网络上加入的一个群，你问了一些问题，这个人呢跳出来回答你，所以开始慢慢的去聊起来，慢慢的发展出来的情感的。所以对于很多宝宝来说呢，这个人很可能跟你是在远距离的状态，然后通过网络认识到的彼此。那有的人呢是在现实生活里面一些私密的空间，或者是一些购物的场合。宇宙呢，当下是需要给你一些讯息的，希望你做一定的准备，照顾好自己，给到自己更多的一些金钱物质上面的安全感。可能你也不是一个特别追求物质的人，可能在挑选恋人的时候，你也不会看对方有多少的一些金钱。但是呢，如果收入不稳定，或者是在感情里面两个人都没有足够的金钱的话呢，都是贫穷的状态，那肯定不会建立很美好的情感的。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状态都不满意，那又怎么去建立高质量的感情状态呢？所以也不要急着去脱单，而当下先去提升自己生活的质量，把自己住的地方整理好，然后开始去吃一些很营养的东西，开始去创业，开始去让自己的身体搞得更加的健康，或者是增加自己的收入，因为你要的是爱，不是依赖。如果你希望遇到的恋人可以给你足够的金钱物质的话呢，那最终可能你们之间的爱就不会很纯粹、很浪漫了。所以你想吸引到什么样的人，取决于当下你对自己生活的自信程度哦。在我们的物质世界里面，你多有事业能力、金钱能力，那么你多可以在感情里面收获到更多的幸福指数哦。好，在有的宝宝可能你的原生家庭的原因，比如说你来自单亲家庭，或者是原生家庭并没有很多爱的能量，
这也会让你多多少少不相信爱会长久，可能在爱情里面你有很多的不安定感。那这些过往呢，你要去面对。去面对心里面那些还在痛的地方，你就知道在感情里面如何去修正，如何去进步，如何去建立更好的这种技巧了。不要去抓住过去的这种不安定的情绪，而是自己在新的感情里面可以怎样做得更好，反而去总结，反而去用更好的一个方式去修正。另外，在感情里面，多多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。两个人保持理性的这种交谈，不要把任何的情绪或者是想法问题都藏在心里面。你不讲出来，别人怎么知道你心里是想的什么样呢？你也不要心口不一，明明希望跟对方有更多的一些约会，但是好像表现得非常的冷淡。其实心里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，那直接的去交谈，会让两个人少一些误解，少一些猜测，少一些忌讳，会让感情更加的简单、直接、明了，而且大家也会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，什么地方要做更多的改正。在情感的判断力上面呢，也需要你更多的观察，更多的清醒。对方对自己好，不是感情好坏的评估标准，而两个人共同的价值观，两个人的生活习惯能不能磨合，两个人的未来的设想步调能不能契合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不是来选择有人会让你幸福，有人来拯救你，而是去选择跟谁去共创未来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你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来去选择呢？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哦。成为一个在感情里面有意识的人，好吗？不要去做被爱的人，而是变成选择要不要这段关系的人。学会观察，也学会提问，建立属于你自己的感情原则跟底线。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，可能在年轻的时候还不会有设定自己的一些原则、边界跟责任感，所以一定要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但更要清楚自己不要什么。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但不知道自己不要什么。所以在感情里面呢，不需要讨好，也不需要降低自己的标准，清楚自己不要什么，去在感情的初期跟对方交谈，哪些是你的底线跟原则，先告诉对方，千万不要触碰。如果触碰的话呢，你就转身走开。你的感情不能仅仅是你侬我侬非常甜蜜的状态，而还是要有结构，要有规则，要有共同成长的空间的。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让你失去自己的哟。所以亲爱的，以下这几点呢，好好的去思考一下。当你准备好之后，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个高配的爱情人生了。目前呢，你已经不是那个只渴望有人爱的小孩子了，你正在准备成为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并愿意好好经营爱的大人。而目前呢，会有感情上面的一些转变，或者是情绪上面的一些转变，或者是人生中的一些转变。但这些转变呢，也许你会觉得有时候有点疲倦，有时候有点辛苦，就是现实出现的一些事情呢，会推促着你，让你有更多经济上面的稳定，让你愿意更多挣取金钱，愿意有更多内心的疗愈，愿意有更多清醒的观察，也会明确自我的一些边界。当这些都做好之后呢，你会发现真正值得的那个人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了。那也代表着在1年之内，你就会准备好设定好所有的这些界限呢。这也是非常棒的消息。宇宙是爱你的，一定要感恩宇宙，相信自己幸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哦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